真的去执行之后，也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为什么不早点做？对，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做呢？嗨，我现在在一个公园里，就现在正在拍我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其实也不是第一支啦，我之前就已经有创过别的频道。我先说说我的背景，我之前在泰国念 MBA， 然后还有工作了一阵子，所以我会讲泰文，说的蛮好的。然后就是在因缘际会之下呢，之前在泰国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专案，就是协助公司直播跟一些影音平台的制作。那时候就是完全小白啊，自学直播系统嘛，就是那个 OBS， 然后开始规划就是直播内容，找 KOL 合作啊，找 model 啊，因为我们是做服装的，然后我就是负责在幕后按系统，然后确认直播画面，然后可能上一些特效啊。然后除了直播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影音的制作，就是可能像生活 vlog、lifestyle vlog 之类的，就跟瑜伽老师可能有合作，请他们拍片，然后我们不管是用直播方式还是用影片的方式，就是 po 在脸书或是 IG， 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上面，所以就有在做这方面相关的影片相关的策划跟执行还有拍摄。然后当然我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剪片的，因为就是也不是以前一直觉得剪片好像是很专业技能，但那时候就因为很急，因为专案很急，然后有一些案子可能临时找不到可以剪的，因为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团队有一个人会剪辑，然后就请他帮忙剪，这样或是有谁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经费，都是很快速的产出。然后后来就突然某天我就想说，不然我自己剪剪看好了，使用了一些软体。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是用小影付费版的小影，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小影，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app。第一支影片那剪超级久，大概1天2天吧，一整天都就是拿着手机在那边剪。然后后来呢，就开始觉得自己的剪辑功力有进步，就开始会加一些特效啊，然后效果音啊，然后一些转场。后来想要讲求画面更好看，可能放入一些插页啊，就会使用 Canva 制作，因为我也不会用 Adobe 系列，就也不会设计，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需要用一些很土法炼钢的方法。像以前曾经在台北做那个活动企划的时候，有时候要做简报啊，要做设计物啊，我都是用那个PowerPoint 排的。我可以用 PowerPoint 画出一只龙，就是用那个形状的那个曲线，反正就是想办法。因为你不会专业工具，就只能想办法，就这样东拼凑，然后试着找到方法去达成你要的那个目标。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剪片的技能，这样。然后那时候也开始比较常用 Canva。我其实有剪了蛮多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影片，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就是你要着重品牌的质感，然后又要去追那种，因为那时候抖音很流行啊，所以我们才想要做直播跟那种影音的那种。那时候直播那时候抖音最流行就是那个什么转场影片跟那个什么跳舞的影片这样。我们做服装的，还是要同时兼顾那个质感，然后又不能太搞笑。但这就是个问题一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幽默感或是很有创意的人，然后所以到最后也就只能去追那些热门影片啊，就是看人家拍什么就拍什么。现在回头想起来，发现真的那时候没有帮品牌做得很好频道定位，可是因为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很新嘛，然后我们自己的团队也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做，都是边做边学，可能到最后还是很不幸的，就是计划就没有再持续，所以最后公司就决定把这个专案结束掉。然后我就是跟着，就后来我也去到别的公司，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剪辑蛮好玩，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那时候开始有手机软体可以剪，不需要那种专业的剪辑软体，然后你也不用电脑剪，所以就开始觉得这东西好像可以学一下，然后就开始剪一些自己生活的片段啊什么的。那刚好那时候work from home嘛，就是疫情，然后泰国有那个宵禁，所以也不用去公司上班，就是都远距工作这样。然后在家里面无聊闲没事，就会想说拍一些内容记录一下。然后那时候的目标是想说，我创一个频道，然后记录我在泰国生活，跟我用那个频道学泰文。所以疫情期间，我有拍了一些学泰文的影片。我学泰文的影片，前阵子在学泰文的时候，我都是用写日记，然后后来把它变成拍影片，然后就有点影片类的日记这样子，然后去做那个频道。然后后来发现真的，如果频道全泰文的话，有点太花时间，因为我要先写脚本，然后我要再给我泰国朋友看，确认那个字是泰文字是就是说法是对的，然后我要开始练习我的发音，然后还要记那个讲稿。然后我那时候泰文的那个阅读能力也还不是很强，然后就要
还要把我手写比较快，手写，然后还要再把它打进电脑，就这个中间有太多会让你觉得很繁琐的事情，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很快的产出影片，然后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后来因为就回台湾了嘛，就也没有那个环境啊。回台湾之后也就可能就当时回来的整个社会的观感跟我那时候就觉得开始觉得人生好像有点不知道要干嘛。回来就想要找看了一些行销的工作，但他就觉得台湾行销工作就很杂很繁琐，一个 title 可能要负责我之前在泰国公司的很多职位的工作，然后就觉得薪水又给得很低，然后我好像也就跟台湾的行销业，其实本来一直都没在台湾行销业，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是做活动企划，然后就其实好像有在这个圈子，又好像没有在这个圈子里面，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专业，然后也没有真的可以拿出手的去推销自己。然后后来发现我真的好像对推销自己来这块真的蛮弱，通常都是面试的时候表现得普普，然后进去公司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会这个会那个，然后学的东西也很快什么之类的。但就在面试的时候，没办法真的就是有点太过谦虚。就华人都是这样，就是明明你的能力就很好，可是你就没办法包装的，好像你真的很厉害这样。你还是会把自己的能力打大概7折，有没有8折之类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到了那个工作你遇到了才会想要去学。我就没有说什么技能是我先学起来放，因为其实这么说好了，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很迷惘。所以你应该也不知道你真正想要走的职业发展是哪一条路，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我要当行销。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行销干嘛，其实那时候也是对行销这个概念非常的觉得很笼统，所以你其实也不知道说行销你应该要精进什么样的技能。就照学校上课，其实学校上课真的东西都很浅，就是你等到真的到公司体系或是真的有实际执行的时候，才知道说之前在学校学都是概念而已。当然概念还是很基本啊，可是有一些实际上的操作，你如果没有在那个职位或在那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不可能接触到的。像是你说你要广告投放好了，如果你不在那个职位，你是不可能接触到。像我现在的话就有自己的小品牌，所以就是用我自己的品牌去做一些 IG 的投放啊、脸书的投放啊，或是一些行销品牌定位上的一些执行，跟 Canva 制图、跟 ManyChat 这些一些工具的一些使用。但因为那都是我的东西，所以我不会担心说别人 judge 我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结果也是我自己看嘛。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公司应征这种职位的话，你一定要有过往操作的经验啊。那我就没有，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找这方面的工作好像比较难一点，所以就找一个相对感觉钱比较有发展，我就去传产，然后做了2年多3年，就觉得传产的环境好像真的不是我，好像真的不适合我。也有可能是因为从泰国回台湾，这个落差有点太大，包含住宿啊，在外面租房子嘛。我虽然住在台中，但是我觉得房租还是蛮贵的。相比我之前在泰国可以用同样价位租到就很好的condo，然后回台湾必须跟我妹2个人 share 这样。然后因为是传产嘛，就真的比较传统，然后就是那种有隔板的那种座位，然后公司是在工厂里面的一栋嘛，所以你也很难真的像说以前在办公大楼，然后楼下有 7， 可能没有办法随意的可以出入，就是你突然觉得很累很烦的时候，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找我们，比如喝咖啡啊，还是去买点之类，因为在工厂就没办法，你外出一定要写外出单嘛，因为它会管控那个是安全上的考量，所以它一定会管控进出的车跟人。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后期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办公室我没办法待，就觉得整个空气都让我觉得很想就是要崩溃这样，就很想要突破，所以我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就一定会离开我的工厂，比如说去附近远一点的地方吃饭啊，去土地公庙啊，有一个小公园这样，在外面吃饭。就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没有选择这件事情，就是你在那个空间，你觉得你知道你是被限制的，你就会觉得很想要突破，就是觉得很不自由吧，就是不想要什么事情都被写得清清楚楚，规定就是很严格的规范这样。这也是之前我上一份工作在中国公司的时候很水土不服的，因为你打几通电话，联络几个人，就是他有每日 KPI、每日 KPI、每周 KPI、每月 KPI、每季 KPI、每半年 KPI。其实后来传产是这样，然后很多事情是为了要交差而去执行的。像之前在传产的时候也是，每年要写那个什么策略，什么明年展望跟策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吐，因为就是拿去年的东西来改一改，然后你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改，就是这种东西我们
基层的人员是不可能有什么展望，你知道吗？一定要上面能跟我们讲说明年有什么策略，有什么计划，然后我们再依那个计划去执行吧，而不是叫你说，我那就给你说你明年要怎么做这样啊，我都不知道公司有什么政策执行，我要怎么 follow。好，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不成熟，可能就很不喜欢写这种很 corporate 的那个的东西这样，然后后来就离职了嘛。从去年7月到现在裸辞，然后裸辞。虽然我还有个小小的副业，但是那个小小的副业没办法，真的有办法维持我的开销。从去年7月到现在1年多了嘛。其实中间有尝试过很多事情，就是持续有在经营我那个宠物的选品的品牌，然后还有做泰国的代购。我中间还是会有点来回去泰国，我会想要回去见朋友啊，然后我爸还在那边，还有狗在那边嘛，所以就偶尔会回去常住啊。然后常住的时候就顺便做一下泰国代购，认识一下新的选品的厂商啊。然后我发现我自己蛮喜欢，就是这个工作模式，就是不会固定待在一个地方。就会需要出去探索、发展、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也蛮享受在就是市集里面跟老板聊天，然后买东西啊什么的。虽然要走很多路，真的身体上很累，但心灵上是富足的。虽然说户头也还是不够富足，但就是我这中间没有感受到很窒息，或觉得很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只有就是需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是我户头没钱嘛，就还是会紧张啊。可是说实在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因为我换过那么多工作，我做过业务，做过文案，我做过公关组，我做过活动企划。可以确定是拍片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加上现在自己的品牌可能也会有一些拍摄的需求，就是拍一些照片跟拍一些小短片之类，商品的介绍、图片，就是图片的设计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是没有压力的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品牌，所以不会有其他人指点，我就比较没有压力。但就变成说，我现在需要找我真的想要做什么，就是我的职业应该如何发展。因为我现在这个品牌它还不够强大，没有办法自己养自己，所以我需要有其他的工作来去支撑这个品牌，还是有它的一个对它有一些期望在。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利用我既有的能力去赚钱？当然，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待在是体制内了，所以就想要去发展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接案的可能这样。但我又是一个不会行销自己的人，然后想说好，不然就来拍影片好了。因为最近可能心情上的一些挣扎，让我看了很多心灵鸡汤相关的。就之前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因为自己有一些疑虑，所以就会去寻求这些。看看能不能找到解答之类的，但前期还是真的蛮迷茫。有一段时间是觉得说好，他们说的很对，我要振作，我要照这样做。但后来仔细想想，就是我有跟自己思考，进行蛮多深度的讨论跟思考，就觉得说我可能真的也不太适合现在主流流行的东西。好，你就说现在大家都说感觉好像人人都要拍短影音吧，但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拍短影音的料，你知道吗？从之前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就是不好笑，没有什么幽默感，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然后有的可能就只有头脑跟可能转的比较快这样，然后蛮会举一反三的。你要说我有什么真的很新创的想法或什么，其实我也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比较会发想，这个灵感跟那个灵感合起来可以转换出什么东西，就是我需要有一些素材，然后去整合去创作，没有办法真的凭空想象出一个很新的东西。可是我想大概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吧，就是如果真的有办法自己想出一个什么很独特的东西，那你真的是天才，你知道吗？然后其实也有想过拍，因为以前可能频道没有做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想要去追求那个娱乐性了，可是就发现我就真的不是这不适合我，因为你像什么拍旅游 vlog 探店什么，然后那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社恐，就是还有一点社恐跟有一些恐惧的包袱。就你会觉得说，我在画面上好像看起来怪怪的。现在就是到了一个 I don't care 的地步，就觉得没关系，反正其实因为也是最近看了蛮多其他类型的创作者，就是国外有蛮多，比如说60几岁的奶奶才刚开始她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也是可以取得蛮好的发展啊，或40几岁才开始做创作者这样，但他们有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他们自己的
观众跟受众，所以你就要思考说，我没有必要讨好每一个人，对不对？然后我其实也不是想要利用这个东西去变得有名还是干嘛，我是想要让我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就现在最近有一个烦恼，就是每天列了很多 to do list， 可是到最后发现说，我一件事情可能都做不完，然后后面其他项都没办法做，所以我现在有在想办法重建我自己的工作流，就是我是用 Notion， 然后搭配 ChatGPT 跟 Cloud， 就是用这2个 AI 去当我的工作顾问，然后去帮我重整一下我人生。人生现在必须要重整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拍影片记录一下，就是关于我现在手上这个品牌，在经营这个品牌中，我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跟我怎么去解决它，然后加上我现在就还蛮想要学更深一点，就是关于行销跟品牌定位的东西，跟一些广告投放的知识啊等等，跟一些可能行销工具跟 AI 工具的使用，可能就会都把这些东西列在我之后要拍影片的内容里面，然后希望呢借此就是增进我的能力，也可以让同样需要这些帮助的朋友们能得到一点激励这样。然后其实之前已经就是来来回回去想说我要开始做这个频道，其实是从上上个月。好，如果是要把之前开始在做频道的时候算起来的话，应该是在2020年疫情、泰国封城，然后在家上班的那段时间，远距工作那段时间，就很想要做频道。然后中间就断断续续，可能那时候一直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主流吧，美妆部落客啊，然后旅游部落客啊，就会很在意说我的画面是不是够漂亮，然后我手边的器材是不是够用，需不需要买相机。有很多其实现在想想根本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在要做这件事情之后，突然你的脑袋好像就是变成有特殊的过滤器，突然呢你的眼前就会一直不断的给你提示，就好比说我后来决定就是不再看那么多让我觉得很焦虑的影片，特别是短影音。天哪，其他人好像都很厉害，然后我好像很不足，那怎么办？可是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知道的，真的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你一定有 something 有办法提供给其他人的价值。反正就是刚刚讲的 RS 系统，就是那个打开之后就会一直接收到一些启示，就是一直跟我讲说不要再想，就开始行动，就拍吧，对，然后就上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个可以之后再解决。所以今天我就是看了一个 YouTuber， 他就说看我这支影片，今天就是你一定要拍一支影片，所以我就决定今天要把这个影片拍完，然后要剪完，然后上传。其实我之前已经拍过，就是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跟自己有一点练习，就是有拍过几支影片，但那个就是拍完之后就放在我的电脑里面。然后那期间呢，那时候可能已经兴致勃勃，想说好，我拍完了，就是很大一个里程碑，我要开始剪，我要开始 po， 我要开始怎样。然后呢，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又开始看其他的内容，再回去看你之前拍的，我就觉得之前拍的东西怎么那么废，就是好像就觉得好像哪里不行，好像哪里可以再改进，好像又开始怀疑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就决定说，我现在就是先暂停一切，是先不要再吸收过多的资讯，我要先专注好，先做我自己的内容，然后之后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可以再回顾看一下自己的东西。反正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就是不要有那种什么消息或是什么技能，我一定要马上学会。然后也要先接受自己就是还不完美这件事情嘛，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有开始啊，你才可以持续的进步。所以呢，今天就是坐在公园里面跟自己讲了这么多，其实回去我也很怕说，我回去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些废话讲太多，然后也没有什么逻辑性，很不好剪。但 I don't care， 那个 YouTube 就说，你第一支影片你甚至可以不用剪辑，好吗？你就是把可能一些错误或者是空白的地方剪掉，然后就可以上传之后，你就先不要管它，因为要先开始才重要。有一个直播课，他也说，先不要管你有没有什么器材，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我是不是需要一台好的相机啊，是不是需要麦克风啊，或者需要灯光啊什么，这些先都不要想，就是先有你的手机，先拿你手边现有的东西，然后题材什么，就是可以先拿你自己身边的经验跟你的生活经历先做起，就是你的封面，然后你的标题，你的 hook， 我相信最近大家很多看短影音的，他们就一直教你什么 hook 啊，就是前面钩子嘛，你要使用钩子去让观众可以持续观看你的影片。然后最近也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什么短影音的行销宣传手法，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就是制造你的恐慌而已，就是先都不要理它，就是先把自己，我就想要先把自己的内容先拍好，先熟悉这种对镜头讲话跟我的剪辑的
节奏。其实之前也会很焦虑说，因为你要说台湾现在主流的 YouTube 影片的剪辑方法还是非常的重业性吧，所以有时候会很多有颜色字卡，很多特效，有很多转场。前面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踏入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很不习惯这种要剪也不是不行，知道吗？但是我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可能到最后剪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真的觉得适合我的风格。但是反正最近有一个流派就是走自然风、无剪辑 Podcast 风格，那我就试试看这是不是符合我之后的一个走向。其实我已经有几个想好的主题，只是可能还没有实际把它执行落地，就变成说也是我有点太执着，一定要把它完美化。就是我一直在等我的 Notion 版面建置好，等我的 Notion 模板弄好，我就开始可以写大纲，我就开始可以放我的预计的那个上传时间。可是这些东西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一定会完成，但它不会阻碍我现在要把这支影片拍完、剪完、上传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必须要厘清一个先后顺序。我发现我真的就是太专注于前面不太重要的，也不是说它不重要，确实是重要，只是现阶段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把第一支影片剪完、拍完，然后上传之后，其他的系统可以慢慢再建制完成。所以目前规划是每周一更。对，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就是每个月一更，反正就是要维持上传的节奏。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我自己品牌，因为现在就是圣诞节庆期间特别的忙，要趁这个时间把一些订单给它收集起来，同时还要考虑说是不是要去外面接个案啊。如果大家有好的案源的话，麻烦你推荐给我，我会 Canva， 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跟设计师，自家摄影棚，简单的摄影棚，我们有灯可以做商品拍摄。然后我可以写文案，如果有翻译的需求也可以找我们。然后如果有相关的，比如说品牌执行创立，比如说 LINE 设定、ManyChat 的使用，或是一些 AI 的工具使用的话，如果有这些需求的话，我都可以推荐给你，或是我们就是边做边学习。刚刚发现我这件事情没讲到，就是我在裸辞的这一年间到底做了什么事中间大概去了泰国2-3次吧，就每次都待2到3个月。泰国是我做泰国代工，然后宠物选品当然有持续。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帮一个台湾的公司当他们在泰国的窗口，就是他们也要进行一些跨国专案。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还没有正式在泰国有办公室嘛，所以就是需要一个中间人帮他们，比如说翻译啊，或者是做一些会议记录跟那边的办公室联系书信往来。所以就是有做了一阵子的 part time， 算是有小补一点收入。去年刚裸辞的那段时间，我有跟之前大学的学姐，因为她现在在开那个做路跑的工作室，就是办路跑。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暑假，我就有合办了一个那个儿童的夏令营，就有我去当那个才艺老师，教他们做那个青年图，然后折纸。那晚餐时间呢，所以开始有点暗。现在这是第一支影片，就变成说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之后可能会有更有系统性的，就之后会认真的写好脚本。今天就是纯粹走一个比较 freestyle， 好像就是会这样吧，就是你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突然想到很多其他相关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有点没办法专注在一个主题跟内容，会突然有很多别的想法。这也是我最近的困扰，就是会要想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一件事情先执行完成。你有没有也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直在找那个 right moment， 一直在找那个 right feeling， 然后发现到最后就是浪费一堆时间。就像我今天在想说我要吃什么时候，就一直绕，就是很久，因为我在找那个对的感觉，那种对的店。然后最后我好像健身房结束之后花1个多小时才决定我要吃什么。那可能也是一个借口，就是你要说自己是完美主义嘛，也算是一种强迫症。但有时候真的是会不会是也是一种借口，就是一直让你拖延不去做这件事情。就好比我现在今天晚上一定要剪完这支影片，要跟自己讲说不能妥协，因为从来没有那个所谓的 right moment 跟 right feeling。好 ，right feeling maybe 就是可能有你觉得感觉对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你能量最高点的时候，可能真的有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所谓什么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而且怎么讲，真的说实在，你真的去执行之后，也发现没有那么可怕，这件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对吧？我之前其实也有在 IG 上直播，就有蛮多次。那你看，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幕后嘛，就是我们以前公司的直播，我都是在幕后执行。总之呢，我一直对露脸直播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恐惧的，所以之前的那个 IG 直播我都是
没有露脸。我那天就其实是挣扎了很久，要不要露脸直播这件事情。好，当然就跟大家有的那些恐惧一样，我觉得阻碍任何事情，阻碍你前进的所有的主要原因就是恐惧，对吧？可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我那天做完直播之后，发现就是也没什么好怕的啊，就是可能一开始前面担心会说，我在镜头上会不会看起来很怪，然后粉丝会不会觉得我看到我会觉得，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看到我会觉得怎样，或就是都是自己的疑虑，你知道，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担忧。其实因为他们也不会 care 说你长怎样，因为他们主要是看你的产品嘛，除非你是要卖美妆还是衣服之类，但我要卖宠物产品，我也不需要看我穿啊，看我家猫穿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就第一次做完直播之后，其实真的蛮顺，就是我露脸直播之后真的蛮顺的。然后其实也就不知道自己之前在犹豫什么，就是早点开始不是很好吗？然后就好比今天好了，前阵子拍了几支影片，其实还是有点尴尬，稍微有点尴尬。可是因为我之前也不是没有拍过影片，但之前前几支影片可能给自己太大压力，就会觉得说，好像要讲什么。然后其实就是多拍几次之后，就开始找回之前的那种 flow。上礼拜去台北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也有试着拍一些 vlog， 就有找回之前的那种感觉。而且今天在公园，其实一开始想说，公园好多人啊，怎么办？我要不要再换个地方，比较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后来想说，好，算了，我就架好我的脚架，然后就开始录了。然后录的时候开始录的时候，就是可能本来我话就蛮多，就是这样，就是直接这样就一股脑全部都说出来，然后就也录了大概10几分钟，反正就是。真的头洗下去之后，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为什么不早点做？对，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做呢？像我这个频道会往哪个方向？我是真的希望这次不要再半途而废了。我不能讲我希望，是说我这次不要再半途而废，好不好好经营这个频道。其实这个频道也不是真的想要，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可以去不断学习。又不能太偏离我现在所做相关的嘛，就是可能还是会朝个人成长、行销相关，然后跟一些工具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信心。如果你也刚开始想要做频道的话，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咯。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真的如实的把它上传。